昨天不唱国歌，双十节又不唱国歌。媒体消息，德中大会在10点半的时候才入场，但是唱国歌是10点，也就是说赖清德依然不唱国歌。过去4年，他被蔡英文强压着在那边唱国歌啊，他痛苦万分啊，也无怪乎他现在报复，搞到连伟汉哥都没有办法帮德中讲话。德中呢，这一下真的是翻车翻到山沟里面去了。台派呢，为了要帮德中洗地，焦点新闻被他们洗上来了。对啊，就是害怕我们的祖国论啊！你看1个小时就要封杀，然后嘞，然后这就代表了祖国论是对的嘛？所以台派直接崩溃。年纪要这样算，台湾400大于 ROC 113。请问台湾400年是建国了是不是？如果照你的史观的话，台湾要写4万年吧？德中不想服气，但现实就是美国爸爸就是硬，所以你只能去找文妈妈，所以德尬的笑再次展现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德中昨天呢不唱国歌，双十节又不唱国歌，那搞得大家帮护航都很难哦。我们国庆晚会跟国庆大会是不一样的哦，国庆晚会就是那一天在晚上举办的，那个是暖场用的。国庆大会呢，则是国庆当天双十节当天要举办的。结果德中大好样的，你看哦，113年10月6号的国庆大会的预演时程，到时候会用早上来啊，也就是说，你看哦，你仔细看这里哦，国庆大会阶段，你看总统讲话。大会仪式国歌领唱，那根据媒体消息，德中大会在10点半的时候才入场，但是唱国歌呢，到时候这个对应是10点唱国歌，也就是说赖清德依然不唱国歌，所以中华民国国歌过去4年他被蔡英文强压着在那边唱国歌啊，他痛苦万分啊这张图也太经典了吧！113年元旦总统府升旗典礼，蔡英文呢唱国歌，讲中华民国，唱吾党所宗，没有任何一点障碍。可是你看清德中，哎呀，这什么脸啊！他就被蔡英文强压着，搞了4年之久啊！他真的是被搞得七荤八素的，也无怪乎啊，他现在报复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他为什么国庆晚会不唱？其实已经接了，他是连续2次都不唱啊，那国庆大会也不唱啊，而且到时候一定会又讲出非常惊人的干话之举啊！我已经非常可以期待了最近的流量啊，大火箭就靠德中送给我们，你知道吗？那你知道这件子台派呢，为了要帮德中洗地在干嘛呢？他们你看焦点新闻被他们洗上来了，赖总统国庆晚会抛祖国论，回国不到1个小时就封杀，眼看着祖国论在台湾没什么要鸟他，所以呢，他们现在就赶快把 New Talk 啊、新头壳啊这种绿媒啊的这个新闻呢，针对微博被封杀这件事情呢，赶快把它抬上来，变成热搜榜。你看，对啊，就是害怕我们的祖国论啊！你看他1个小时就封杀然后嘞，然后这就代表了祖国论是对的吗？也是可以的，两岸就准备统一了。所以因为这样我酸他嘛，我说那现在干得很好啊，他把中华民国113年跟中华人民共和国75年讲得那么清楚，你知道现场这种场景，这个华为他是万分不能难受啊！他恨不得告诉大家，中华民国就是一个苟延残喘留在台湾的违章建筑，这些东西怎么还可以出现在我眼前呢？你们搞那么大的国旗，你要我命吗？所以台派直接崩溃啊！你看啊，激进党的杨佩华这个在高雄选过议员的，算是相当有代表性的，直接崩溃。年纪要这样算，台湾400大于 ROC 113，请问台湾400年是建国了是不是？如果照你的史观的话，台湾要写4万年吧？长滨文化人就要开始，至少1万年起跳，14000年，好不好？结果到了星期一下午的5点20的时候，赖总统哪里有说错？庆祝中华民国113年生日快乐！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中华民国国民的祖国感谢韩院长、蒋市长筹办国庆晚会。中华民国主权独立的国家，我们要时时爱我们的国家。以上4点看完听完，不觉得赖总统哪里有错？但是呢，实在也是护航不下去。为什么呢？周4国庆大会按照议程，赖总统10点半进场时，国歌领唱10点03分就唱完了。1周连续2次公开唱国歌的场合，到时候又要变成话题，所以他觉得国歌不应该以维安的理由缺席。奇怪，你讲话没有维安的理由，唱歌就有维安的理由，这是鬼扯淡嘛！简单来讲，你就把林北当北七嘛。所以你看，连伟汉哥都活不下去了。伟汉哥说：“你应该会唱国歌啊！”
德宗跟小孩开大车，这一下真的是翻车翻到山沟里面去。德宗从登基到现在，哪一天唱过国歌？没有一天唱过国歌，没办法嘛，心里的阴影面积太大嘛。每年被蔡皇抓来硬唱国歌，还要唱吾党所宗，唱的他妈人都快死掉了，身体在这里，灵魂在外边，手上还拿一支青天白日旗，你就知道为什么他坚持不进国庆大会。因为国庆大会这么他妈的华国华到这种程度，他能进去吗？他可以进去吗？搞到连伟汉哥都没有办法帮德宗讲话的时候，哎呀，能怎办啊？对不对？未来这个事情只会再发生啊。德宗不想服气，但现实逼着他低头。现实就是美国爸爸就是硬，所以你只能去找英文妈妈。所以德尬的笑再次展现。那蔡英文就是话中有话嘛，就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他们那根本就没交情，平常总统府冷到爆炸，可是为什么最后剪片剪出来是剪这样？这代表说整个蔡英文在当时的现场，他就是预设了那几句话。而那几句话，显然当下德宗感受是郁闷的，所以他不放出来嘛。10月5号见面，10月6号也不 po， 10月7号早上到中午之前也不 po， 是因为这张照片被外流。这张外流之后，总统府才连忙出来发新闻稿，脸书才 po 上，推的才 po 出来 ，IG 才 po 出来，但 po 出来赶快换一张照片。如果这张照片那么好，为什么要换掉嘞？这代表德宗不满意嘛，心里难受嘛。所以呢，他心里一定想，那我再反将你一军，你来看我，我当然知道原因是什么。表面上是说要去欧洲嘛，对不对？事实上是来敲打我嘛。所以第一个晚上暴走，先讲邻居的，结果讲完之后，马上又受到压力，在星期天躲了一整天之后，星期一早上。美国人也上班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下午3点 po？ 美国早上上班了，一定强烈沟通啊。最后怎么办呢？最后为了展现他对于英文妈妈的尊敬啊，为了展现他是要 follow 英文妈妈的路线，只好把那一天蔡皇去拜访德宗的过程给他给弄出来。我相信拜会的时间也没有很长啊，就能用的就那一些啦。然后呢，把它素材收集起来之后，所以到最后3点多才放出来嘛。好吃吗？再跟你爸说，表现好的时候才有。对，不错哦。买下一个嘛，你在镜头上笑起来都很好看的。而且更好玩的地方是什么？放的还不情不愿，但是他心里是这样想的啦，我猜测啦，你们英美都这样欺负我，这时候我就把你拿出来当挡箭牌嘛。我闯欧洲，我把你搬出来总行了吧？其实，哎呀，这里面啊各种充满着有趣的地方，这能有多尬？这个就不是平常赖清德会出现的表现了。他平常会出现的表现是什么？你仔细辨别，得意的笑跟得尬的笑。所以就做一个新闻媒体来说，我还蛮喜欢德宗的，因为呢，他真的是把他的所有的情绪都写在脸上。